原来用显微镜重看一遍美队3，竟能发现这么多细节。细节一，在旺达被软禁后，鹰眼想去把旺达带出来，但被幻视阻止，随后两人便打了起来。就在幻视将鹰眼给锁住的时候，旺达出手了，他改变了幻视身体的结构，使得鹰眼能从他手上溜走。现在请注意，当旺达使用能力时，幻视头上的心灵宝石竟然被改变了颜色，这是不是在暗示旺达的能力有比肩宝石的力量呢？细节二，醒来的冬兵被派去刺杀霍华德夫妇，这时注意冬兵的摩托车车牌为 CA525，这可能是对美国队长第5卷第25期的引用。这期漫画的内容时间线紧接在内战之后，主要内容为美队被枪杀，冬兵被复活。细节3，电影刚开始就为我们展示了9头蛇的基地，而其中某个保险库的解锁密码为17826，而在9键输入法上按这个顺序刚好能打出 Stan。处在第1层的观众可能认为这是在致敬斯坦李，但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冬兵的扮演者塞巴斯蒂安斯坦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个保险库单纯的是为了保护激活冬兵的手册，所以这个 Stan 只带塞巴斯蒂安斯坦会更加合理。细节4，我们都知道复联中有几位英雄有着飞行能力，钢铁侠是靠燃料的推进，雷神是靠锤子带着他飞，而幻视又是怎样实现飞行的呢？经过我用显微镜观察，发现了幻视原来是靠改变身体的密度结构来实现飞行的。比如在这个画面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幻视的身体呈现出半透明的状态。细节5，当托尼知道了父母当年被害的真相后，托尼的情绪一下绷不住了，但仔细观察才发现，原来难受的不止托尼，巴基的眼眶中竟也有泪水，这也表明了他此时非常的歉疚和无奈，毕竟他当时是被洗脑的状态，同时也不禁让人感叹他们的演技，在一瞬间就能完美的展现这细微的情绪变化。细节6，在众人商谈索科维亚协议时，罗斯从助手那拿到协议后，首先传阅的是旺达，而不是政治经验更丰富的罗德，其中原因就是旺达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，罗斯这样就是想让他有更多的负罪感，而旺达也很好的演绎出了那种不爽的神态。细节7，美队和巴基都从这栋楼跳到另一栋楼，而巴基落地的姿势有点难看，美队则是稳稳着陆，这也表明了美队比冬兵更优秀一点。细节8，很多人认为荷兰弟版蜘蛛侠的蜘蛛感应第一次体现是在复联3中，但其实在他第一次登场的美队3中就有所体现。在托尼去找小蜘蛛的时候，他将一小瓶蛛丝丢向小蜘蛛，而彼得看都没看一眼，仅靠感应就轻松接下。而在后面的战斗中，巴基向蜘蛛侠扔了一个巨大的物体，在物体还没飞过来之前，蜘蛛侠的眼睛就放大了，这就是他蜘蛛感应在起作用。细节9，在美队把托尼左腿的飞行装置打坏后，托尼就加大了左手的推动力，以此来补偿腿上的动力缺失，从而维持飞行的平衡。从这也能看出漫威还是挺严谨的。细节10，当冬兵用力向小蜘蛛挥拳的时候，彼得很轻松的就接下了他的攻击，但放慢速度我们可以发现，蜘蛛侠实际上是想要自己出拳，然后才转变成用手接拳，这也表明了蜘蛛侠在战场上的反应有多快。